2025年4月22日，印度北部的中央直辖区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爆发恐怖袭击，造成至少28人死亡，20多人受伤。事后，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与巴基斯坦政府存有联系的克什米尔抵抗阵线，声称对该起事件负责。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暗中支持跨境恐怖主义，随后宣布退出对巴基斯坦而言如同生命线的印度河水协定，关闭两国边境口岸，驱逐驻印巴基斯坦外交人员等多项措施。作为回应，巴基斯坦关闭领空，终止与印度的所有往来贸易，并宣布退出对印巴和平关系至关重要的西拉姆协定。时隔多年，印巴关系再次跌入无规则对抗的危险时代，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由此再添一抹阴影。那么，印巴之间的恩怨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为何至今无法终结？一期视频带你了解印巴宿敌之路的源头与历史演变。二战结束后，随着老牌殖民帝国的衰落与国际支持民族自觉的风潮高涨，全球范围迅速掀起了去殖民化浪潮。而作为英殖民帝国版图上的明珠，英属印度亦在近一个世纪的抗争中迎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终阶段。1946年9月2日，以英国批准成立由印度人主导的临时政府为标志，英属印度的历史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印度即将迎来自由之际，一个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难题摆在了印英双方面前。围绕独立后的印度应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还是一分为二，印度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呢？这就要说起印度千百年来宗教格局的演变了。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地形特征，加上古印度社会在思想文化上的高度繁荣，印度不仅孕育出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等多种本土宗教，在长期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中，诸多外来宗教，诸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拜火教等，也纷纷在此扎根，硬生生把这片神奇的土地打造成了一座宗教博物馆。虽然在历史上，作为印度主流宗教的印度教与佛教、耆那教等本土宗教基于各方面的分歧，也曾有过大大小小的冲突，但就冲突的持久性、烈度和历史影响而言，却仍旧远不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跨越千年的深层对立。自公元8世纪初，穆斯林首次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印度次大陆，到往后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穆斯林们在印度建立起统治数百年的政权，最后到19世纪英属印度确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基于领土争夺、社会矛盾、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冲突，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对立情绪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排解。尤其是在英国人到来以后，他们为强化殖民统治，开展有意削弱印度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分治策略以后，更是双方的对立情绪日益激化。1909年，面对印度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英国出台印度议会法案，首次引入以宗教划分的选举制度，赋予穆斯林单独选举权，即穆斯林选民仅能投票选出穆斯林代表。此举虽在表面上回应了少数群体对代表性的诉求，但实际上却又在制度上加深了印度社会宗教群体间的政治区隔。而当宗教身份不再只是个人信仰，被嵌入制度与选举结构，成为政治忠诚、利益分配与社会地位的标志，印度社会的分裂便不再只是潜在风险，而成为政治现实。印穆之间的系统性裂痕也由此走向了不可逆转的深渊。事实上，在印度议会法案之后，为进一步削弱印度统一民族主义阵线，英国人还进一步扩大了保障席位的资格，将锡克教徒、基督徒等群体也列入了其中。而印度社会便是在这种高度撕裂的氛围中，迎来了自己仓促的独立。尽管在英属印度总人口中，穆斯林比例约占1/4，远低于占据多数地位的印度教徒，但相较其他少数宗教群体，如基督徒、锡克教徒等，穆斯林却仍旧拥有更庞大的群体基础、更完善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更强烈的政治表达意识。再加上历史上穆斯林曾主导印度北部长达数百年，这段帝国统治经验亦赋予了穆斯林精英阶层深厚的文化自信与独立意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印穆之间冲突频繁爆发，担心在未来统一印度中与印度教在文化、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会威胁到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的生存空间。分治与自治的政治设想开始于这个时期，逐渐在穆斯林社会中浮现。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原本是印度国大党的成员，也曾是印度教与穆斯林合作建设一个统一国家的主张者，
但随着穆斯林在国大党内的政治诉求被边缘化，尤其是在真纳提出了被穆斯林们视为不可退让的14点原则遭到冷处理以后，失望至极的真纳及其支持者们开始转向更为独立的穆斯林政治路线。1940年3月，在拉合尔召开的穆斯林联盟会议上，真纳和众多穆斯林领袖通过拉合尔决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在印度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一决议标志着印穆政治认同的彻底决裂，也为后来的巴基斯坦方案奠定了政治与心理基础。1946年8月16日，穆斯林联盟发起直接行动日，号召穆斯林停止与英国及国大党的政治合作，以展示争取巴基斯坦建国的决心。尽管政治示威号称是和平行动，但灼热的对立情绪下，局势还是失控了。在加尔各答，失控的局势3天之内造成了超4000人死亡，10万人流离失所。而随着暴力事件的逐渐蔓延扩大，印度开始急速坠入内战的边缘。英国为了避免被拖入这场麻烦的事务当中，在1947年的7月匆匆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确定将在当年8月15日正式终结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将其划分为2个独立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为确定2个国家的分界线，英方之后委派了从未到访印度，对当地地理、宗教分布、族群格局几乎毫无了解的法律专家希里尔·雷德克里夫来勾画2国边界。而雷德克里夫虽然在重压之下如期划定了印巴的边界线及所谓的雷德克里夫线，但仓促的工作依旧疏忽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没有设立有效的安全机制来应对印巴分治后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更是酿造了一场堪称灾难级别的混乱。在雷德克里夫线公布以后，有超1500万人在短期内穿越印巴边界进行了宗教性迁徙，但由于政府组织严重滞后，加上族群仇恨累积，大规模暴力事件随后迅速爆发了。根据保守估计，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宗教性人口迁徙与屠杀事件中，有超100万人丧生，至少1000万人无家可归。更严重的是，由于分治方案过度聚焦印度北部与西部边界，忽视了包括东孟加拉在内的复杂文化结构，这不仅为后来的孟加拉独立战争埋下伏笔，分治过程中对土邦采取自觉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选择独立的策略，更为南亚次大陆留下了一个至今仍隐患重重的地缘政治火药桶。而这便是当下印巴冲突最核心的所在——克什米尔问题。与多数明确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土邦不同，位于南亚次大陆最北端，同时也是最大的土邦克什米尔，在1947年分治之初，并未立即表态加入哪一方。克什米尔王公希望暂时维持中立，以避免卷入复杂危险的政治漩涡。然而，作为沟通中亚与南亚的战略天桥，克什米尔的重要性注定了它是无法置身事外的。1947年10月，在英军撤离克什米尔不久后，印巴为争夺克什米尔的冲突在随即爆发了。经过历时1年多的争斗，第一次印巴战争最后经联合国的调停，印巴以战场实际控制线分别占据克什米尔的不同部分，暂时宣告停火。进入60年代以后，巴基斯坦出于对印度控制更多的克什米尔地区的不满，加上印度在中印战争中失利，士气低下，而巴基斯坦则获得了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武器装备实现现代化，军方信心大增。于是，为改变克什米尔现状，巴基斯坦在1965年重新挑起战事，第二次印巴战争由此爆发。尽管第二次印巴战争只持续了约1个月，但从双方动员的兵力和战争烈度来看，却丝毫不亚于第一次战争。而当停火的消息传回印巴国内，伴随着军事幻想的破灭与舆论的普遍愤怒，不仅揭示出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长期依赖民族主义叙事与军事手段来维系国家认同的结构性困境，也进一步说明，在国际关系中，试图以武力解决复杂的敏感问题，往往并不能带来长期稳定，反而可能使冲突陷入一种周期性的爆发与停火循环之中。不同于前2次主要围绕克什米尔而爆发的冲突，发生在1971年的第3次印巴战争，主要是围绕孟加拉独立问题而引发的。在当时，巴基斯坦政府对东部的压制引发了孟加拉人的广泛反抗，并引发大规模难民潮涌入印度。之后，印度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进行武装介入，但这场战争以孟加拉国的独立而告终，南亚的格局也迎来了巨大的变化。巴基斯坦不仅因此役失去了过一半的人口和战略要地，国家信心也随之陷入了崩溃。此后，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根本转向，外交和军事政策愈加以抗衡印度为核心。于1999年爆发的卡吉尔战争被广泛视为第4次印巴战争。
由于在这场冲突爆发前，印巴刚刚相继完成核试验，双双进入核国家行列。在这种高度敏感的背景下，这场地区冲突随后引发国际社会高度的警惕。持续近2个月的卡吉尔战争，最终在美国等国的强烈施压下，以巴军撤退、印军重新夺回大部分阵地宣告了结束。然而，还未等核战争的阴影散去，2起震惊印度全国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却又再次把印巴之间的关系拖入了冰点。印度方面根据掌握的证据，指责这些恐怖袭击与巴基斯坦境内组织有关。尽管巴方否认参与，但在印度举国愤怒的情绪下，印度仍旧是进入了备战状态，向边境集结重兵。而巴基斯坦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双方由此陷入自1971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对峙。但好在这场险些酿成核战争、累计耗费印巴双方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对峙，最终在美俄等国的调解下得到了解除。很大程度上也是意识到持续对抗的高度危害性，加上全球反恐战争的兴起，巴基斯坦也开启了对活跃于境内的恐怖组织的强硬打压，缓解了印度对其纵容恐怖主义的指责。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印巴的关系在此后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2003年，双方通过军事热线达成非正式全面停火协议，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区域停止交火和渗透行动。2004年，印巴开启全面对话，首次就克什米尔、边境管理、军备控制等敏感议题展开正式磋商。而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印巴的完全和解即将到来之际，又一场意外的发生，却无情地掩盖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2008年11月，孟买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逾170人死亡，300余人受伤。袭击者被证明来自巴基斯坦恐怖组织虔诚军。尽管巴方否认政府介入，但印度国内舆论要求政府终止对话，强硬回击，两国关系再度冻结。此后的印巴关系再也没能回到08年以前的热络，始终处于反复动荡之中。恐怖袭击、边境交火等突发事件，总是如同梦魇般出现在双方短暂且脆弱的对话契机中，并频频迫使双方重回对峙状态。而印巴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脆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克什米尔这一不可退让的核心利益，以及深植于两国民众和政治体系中的历史仇恨与身份敌意。就印巴当下新一轮的外交危机而言，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仍旧是一个沉重的愿望，需要漫长而崎岖的等待。而印巴作为同根同源、有着数千年的共同文化记忆的两个国家，如今却沦落为77年血与火的宿敌。印巴之间的历史情感与现实仇恨间的反差，实在是令人感叹唏嘘。